各位，今晚的直播开始了。各位事务所同学晚安，我是朱学恒。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这里是万事通事务所。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没有日期的战争。当一个国家把战争藏进沉默里面的时候，身为一个开源情报分析师，你要怎么去分析这件事情？我们会讲到建军百年。Davidson Window 戴维森窗口副空间引力场 Power of Siberia 2， 各位同学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啦！商贾闻风夜不宁，举杯犹记旧时情。千仓囤满油粮铁，万册查无数据名。黑洞无声吞岁月，唯贤有奈待天清。何年何月能明说？刀在梁间影自狠啊！各位，今天其实我们先跟各位讲一个故事，但我不会告诉你他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城市，工作是什么，是我答应他的。等一下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今天的这一集题目呢，是网友委托。这个网友是一个生意人，做制造业的。60年代后期出生，比我小一点，小一点吗？好，不管，反正这个年龄我大部分都是编出来的，你追不到这个人了。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我，信的开头是我们大家都有一段回忆，看了会有一点鼻酸。他说他赶上了一个好时候，我想我多半也是。那是一个闭着眼睛都能赚钱的年代啊。他出国谈生意，出国出到吐，然后所有的案子呢，各种接不完。回国接待客户呢，不谈政治，就是喝酒、唱 K、把妹去商 K 啦。日本来的客商，台湾来的客商，来来去去，订单接到手软，有钱大家一起赚。他说那个氛围很棒啊，他很喜欢那个氛围啊。在听直播的各位啊，我们的直播听众大部分有经过这一段日子，你有没有过那一段日子？就是你站在一个上升的电梯里面，你以为这个电梯会一直往上，永远不会停。我跟各位讲，那个年代不是他一个人错觉，那是整整一代大陆制造业、台湾制造业所有中小企业主的集体记忆。改革开放加入 WTO， 世界工厂订单像潮水一样涌进来，只要你有一间厂，有一条产线，你就能赚到钱。那个时候外商来谈生意，谈的不是你能不能做，谈的是你能不能做得更多更快。大家忙着破产，忙着接单，没有人有空谈政治，也没有人需要谈政治。所以钱把所有的立场差异都熨平了，都躺平了，都让大家觉得彼此没有分际，没有猜忌。但好日子不会永远这样子过下去的，好日子会变。然后不知道从哪一天起，他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了，他觉得有什么东西改变了。那这是什么东西呢？日商一个一个的不出现了，台商也是，订单的性质悄悄在变，空气里多了一种他形容不出来，但20年生意人的鼻子认得的味道。他不是突然惊醒的，他是那种你先发现一个老客户今年没下单，你想说景气嘛，然后第二个老客户、第三个老客户也不见了，然后你发现新接的单子越来越多是某些特定性质的，然后你发现周围的厂有的在拼命扩建，有的在悄悄关门，一片一片拼图，慢慢拼出了一个让大家都睡不着的形状。我要特别强调一件事情，这个下委托这一个顾问案这个题目的网友是没有政治立场，他自己写得很清楚，他觉得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无政府，强权为谁拳头大谁有理。
台湾政府、大陆政府谁来治理，对他都一样，最后一定是实力说话。他不是什么民主斗士，他就是一个生意人，他就是一个希望自己赚钱的生意人。正因为他只想赚钱，没有任何立场，所以他闻到了这个味道才特别可怕。一个有立场的人说要打仗了，你可以说他是屁股决定脑袋，可是一个只想做生意、巴不得天下太平、过着太平年的一个商人，他想要继续赚钱，但却悄悄的说：“我闻到有什么不对劲了。”这个疑惑你要认真听，但没有证据，它也不过就是一个疑惑而已。我再悄悄补充一下，他的世界观是非常冷酷的，谁做得好谁治，谁做得好谁掌权，没有什么公义与道德，没有什么公理正义，最后是实力决定一切。商业是这样，政治也是这样，这是一个非常冷酷的世界观啊，没有浪漫，没有信仰，不相信口号。可是你发现没有，就是这样一个不相信任何漂亮话的人，一个把世界看得这么透彻、这么现实的生意人，他现在觉得心里发毛。一个天天在算成本、算利润、算风险的人，他心里的风险雷达响了。这比任何政治评论员在电视上拍桌子喊啊，中国要打台湾啊，都更有分量，因为他根本没有要表演，他只有生意要顾，他只想继续赚钱。他问我一句话，整个委托呢，核心就这么一句话：这趟赚钱的车还能够坐多久？各位，今天这一集的起点就是这一封信，这一句话。一个没有立场的人，一个只想要赚钱的人，他的商业直觉告诉他有什么正在改变。他付了顾问费委托我，不是要我给他立场，不是要我让他爽。很多网友搞错了，我们做直播只让你爽个屁用，妈又不是 A 片。我要帮他查一件事情，我要分析了解一件事情，他闻到的那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各位，我们通常在下大雨之前会闻到空气中有一些潮湿的味道，对不对？他闻到了这个味道，他想要知道这是真的还是他自己吓自己。坦白讲，我接这个研究案的时候花了大概2周的时间。我一开始觉得答案是后者，妈干都是骗人的啦，什么自己吓自己，什么2027没有。我以为我可以查一查，就说，哎，老兄你想多了，不好意思，费用收了不退哦。结果我错了，我错在哪里？我错在他的假设是对的，他闻到的味道是真的，是真的要下雨的，要下大雨，要下暴风雨的。但是更可怕的是，大家都悄悄在准备。悄悄的在做，就台湾没有做好准备。台湾在选举，来，刚那个一集嘴炮记录是说，哎，你那个直播不是说8点开始吗？你他妈怎么7点就开始？你是另外一个时区是不是？我日本时区怎么样？而且8点的直播一直说最晚这个时候开直播，好不好？又不是跟你讲8点才会准时开。来，我们既然接到一个案子啊，我们第一个要查的是，他到底想到东西准不准？有没有任何公开的情报、公开的资料可以验证这件事情？因为一个人说他感觉不对劲，这感觉可能是真的；再不然就是这个老兄生意做差了，心情不好，看新闻看多了，所以我先不管那些虚的，我去查他说的那些征兆、那些具体的事情，经济、外商、军售这些东西可以用数字验证嘛？我不要只听一个情报。这样没意思啊！妈，客户找你委托做分析，就客户跟你讲什么你就说是，你他妈以为我 AI 是不是？我 AI 就是对你说的真是太好了，让我再用一个更简单、更直接、更正确的方式告诉你。鬼嘞，豆包这样讲的时候都有错啊！好，有天真的人觉得伊朗已经打光资源签了投降合约，你要不要去看一看？伊朗签的合约里面不包括投降，也不包括要把所有的
美方开战的原因都结束掉。你如果觉得伊朗输到脱裤子，你应该回去看看美国本地的报道。但今天重点不是这个，我也懒得跟你讲。如果不读书，我们的概念就是去读书。如果你想要我跟你分享知识，指定你的题目的话，麻烦下订单委托，1集$200，就这么简单。来，所以我们第一轮查下来，我忽然之间觉得，妈，真的不对劲，因为他闻到的倾向、闻到的趋势，大部分都是真的。我们先说经济，他说大陆现在通缩很严重，产能过剩，企业杀价杀到白菜价。这个没有错，有官方证据。国家统计局自己的数字证实了，中国的制造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简单来讲就是工厂老板们对景气的温度计。50是荣枯线，就是一半是荣枯线，以上叫做扩张，景气上升；以下叫做收缩，景气收缩。这个指数啊，在整个中方来讲，过去2年长期在50上下挣扎，有好几个月是低于50的收缩，就老板觉得，我现在不能乱花钱了。那更狠的是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这个东西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连续负成长了20-30个月，是这几年来最长的一段通缩，一直到2026年春天才转正。各位，你一边看自己薪水，一边在想这个是巨观经济，跟我有什么关系？不是单纯是这样子，我再多解释一下。出厂价格连续2年下跌是什么意思？是消费者赚到，但老板要大倒霉了。意思是工厂做出来的东西越卖越便宜，卖到最后比成本还要低。这不是繁荣，这是失血。正常做生意你花80块做出一个东西，卖100块，赚20块。通缩杀到最后是什么？是大家抢着单子，然后不停降价，100块卖不掉，90块卖不掉，80块买不掉，最后75块赔钱卖。因为你不卖，厂就要停，工人就要散，银行的贷款就要断。我那位委托人有一句话讲得特别狠，他说他们这一行入行就是抱着弄死对标企业，杀价杀到白菜价，你先死了我就赚了。一整个产业集体把自己卖到赔钱，这不是竞争，这是互相放血而且内卷性竞争、产能过剩这2个词，已经不是网友在自己瞎鸡巴讲，在吓自己，是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官方用语。2024年这场会议白纸黑字写，好难念。综合整治内卷性竞争，国家自己承认有内卷性竞争了。一个政府要出手整治自己国内企业的竞争，你想想看，那内卷惨到什么程度？然后是外商的部分，日商、台商都不来了。他个人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大方向是对的，因为贸易战，因为关税，因为地缘政治。外资对中方的态度这几年整个翻转，这是公开趋势。我再补一个网络上的讨论，他说这几年压垮很多出口大厂的，其实不只是关税，还有个东西叫运输成本。他妈国际间一直开战到最后，运输成本一直被拉上来。俄乌战争之后，中欧铁路那条陆路通道基本上废了，一带一路那些关键节点。一个一个出问题，原料运不进来，货运不出去，运费贵到离谱，企业的利润被这样子两头一挤，活不下去。各位，这就是公开资讯。一带一路这几年确实在分化，有的跟美国有关，有的跟他国内自己有关，有的地方还在推，但有的地方出了大事。最明显的是巴拿马。2025年正式退出了一带一路，是拉丁美洲第一个退出的。塞尔维亚那边一个中资参与的火车站工程雨棚塌了，死了人，引爆了全国的反政府抗议，这些都是公开可查的。
所以他在产线上感受到的外商不来，生意难做了，背后是全球供应链的重组。最后，他在信里面这样强调，我也看到了。川习会之后，川普讲了一句话，让他们全家震动最大，是哪一句话？这句话相信你也有听到啊。这句话说什么？2026年5月，川普跟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开了峰会。会后，川普在空军1号上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当着记者面讲：“习主席今天当面问我，如果中国打台湾，美国会不会出兵保护？”这句话，路透社、华尔街日报、CNBC、AP 全部都报了。华尔街日报的标题直接就写：川普说，习近平问他美国会不会派兵保卫台湾。你要出门哦，川普怎么回答的？他说我不谈这个，然后补了一句非常川普的一句话，他说只有一个人知道答案，那就是我，我是唯一知道的人。哭嘛，你想出门要过来跟我抱抱啦，不然出不去哦。在听直播的各位停下来想3秒钟，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面对面的峰会上面，当着对方的面直接问你会不会为了台湾而跟我开战，这不是外交辞令的，这是一个人在摊牌前先确认对方手上有没有枪。我把这个动作的战略含义分析清楚，在外交场合，大家都是无声不歌、无动不舞，各种各样的假动作，各种各样的假消息。但问题是，这一次不是啊，这是直球逼问，因为它会暴露你的直接意图。你会问，如果我打，你会不会管？前提是你心里已经在认真考虑打这个选项了。一个完全没有动武打算的，又不是在谈恋爱，跟你说，如果是这样，你爱不爱我呢？根本不会，好不好？这是世界上2大最强国的首领峰会，如果没有要打，假设性问题不存在的情境不会提出来。所以，习近平主席这一问，不管川普怎么回答，问题本身就泄了底。这个选项已经在桌上了。各位等一下，库马在撞门了。好，来，你等一下，我要给大家看。各位是他，看到没有？他要出门，导致我直播要中断，把它放走。好，出门了。各位，这就在家里直播的问题。当你房间有一只猫的时候，它要出去的时候，你一定得要放它出去，不然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来，川普那一句话呢，说只有我知道，我是唯一知道的人，这叫战略模糊。美国几十年来对台湾都是这一套。我不明讲会不会出兵，让北京不敢赌，也让台北不敢抽。可是川普真是把他的个人化，他变成只有我知道，只有我川普一个人知道，等于把整个台海的命运绑在他一个人的心情上。所以啊，这位网友他不知道《华尔街日报》怎么报的，他是听大陆那边辗转传回来的版本，但他凭着生意人的直觉抓到那个最关键的讯号，最上面的那个人，我们的大老板在认真的问这个问题了，所以查到这里结论很清楚，他嗅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那个鼻子，嗅到的是对的。经济是真的失血，外商的撤离是真的，摊牌式的逼问也是真的，都是。问题是这些真的加在一起，
会不会就开战呢？一张指向战争有时间表的总时间轴。于是我照着这个前提，我们就开始查了。既然有风，就会有结果。结果我们撞到了一连串的墙。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呐。当我们照这个标准查去，我想说一定很公开，一定很简单，都是没有。但答案比我们想象的要夸张多了。华林武因是华哥说，原来朱大给的惊喜包含直播偷跑吓到来去温泉旅划龙舟去拜拜搭鸡蛋站哦。Violet 说打不打我不知道，及时行动我懂。Bruce Wang 说总觉得你在说你要抱扑马，不是扑马，我要抱哭马。扑马现在竞选好吗？来，我们进到了今天分析的第二章。我跟你讲，我原来觉得这一集很好做啊，因为我们手上有人在观察嘛，有各种各样的网友提供意见啊，我只要照着查，然后一条一条说对，就这样，没错，我们就可以做出来一个中国备战总图，告诉大家看，要打啦，大家赶快移民逃到国外去存钱换美金。这种爽片流量一定好啦，但你觉得我像是做这种爽片的人吗？没有。所以我一头照着这个路径分析，撞了第一面墙，撞了第二面墙，撞了第三面墙，我撞了一整个礼拜的墙。第一面墙叫做集中指向2027。坊间啊，尤其在英文圈有一个说法流传很广，说中国有一大堆战略项目竣工日期全部集中指向2027，所以2027就是摊牌年。很多人听过这个说法，很多人半信半疑，但我们总不能说我听说，所以我要去查有没有一个清单证明了有几十个国家级项目都压在2027完工。各位查不到，不好意思，原来网络上的留言你一查，像纸糊一般就被戳破了。我能查到的真正官方确认在2027有节点的，数来数去就那么几个，没有多，而且也不是特别重要的东西。什么东西呢？来，我跟各位讲，真正官方确认在2027有节点的，数来数去就那么几个。中俄的远东天然气管线2027年投运，这个是官方的。三北防护林工程要求2027年底完成6期任务的70%，这也是官方的。然后呢，凑不齐啦。东数西算的官方节点是2025，不是2027。西部风光电是放在整个15/2030年的架构里面，没有任何一份官方文件，没有任何一家主流媒体做过战略项目集中竣工于2027年这个统计。在听直播啊，你刚刚可能觉得说哇，朱璇要爆大料了，鬼嘞，妈干，我又不是情报局。我知道你现在有点失望，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了不起，但是今天的故事没有这么容易结束。你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很精彩的故事，你只差证据把它打死，结果证据一个都不来，这个感觉就像你准备了一桌满汉全席，结果客人一个都没有到。我那时候甚至有点怀疑我自己，哎，是不是妈这个我们的网友啊，跟那些英文圈的评论员一样啊，就把零散的恐惧组合在一起，脑补成了根本不存在的图。第二面墙，我知道盛传是指挥中心，但是这个东西不可能有公开情报可以落实，没办法，我查不到。谁会把自己军方的指挥中心在北京6环以外要盖一个新的指挥中心，防电池
防切断、有独立指挥系统这种东西公开出来呢？那如果只是谣传，我没办法讲谣传呐。所以再来，不然怎么办？查新时代的战争关键叫做无人机。我们的委托人最在意的是无人机，他听说军用无人机在天文数字的量产。那我想说，我有一个领导的方向，我去查公开资料嘛，我就去查中国军用无人机的量产数量，结果查不到一个数据都没有。我不是查到一个中方军用无人机量产每年几百架这种很小的数字，是完全没有官方数字，一个都没有，根本没有数字。好了，要死了，对不对？又没有办法证明。然后第三面墙叫做舆论，有人说中国对武统台湾的网络言论从管制改成了放任，甚至鼓励。我查了学术论文、智库报告、国际媒体，没有任何一个够硬的公开来源能证实这个政策转向。我这边要特别讲一下这第三面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我有这种感觉，网友也有这种感觉，他感觉网络上骂台湾的言论好像变多了，管得松了，听起来很合理啊。可是查证下来都是间接证据，譬如说中国强化了对台独顽固分子的举报机制，外宣在加强统一叙事，但是这些都不等于平台把梧桐言论从禁止改成鼓励。各位，这就是做查证最难也最重要的一关。一个说法听起来很合理，不代表它被证实。我们做直播的习惯是，我要有双重情报源证实它。如果为了让故事更完整的，就把听起来合理当成已经证实写进去，那我跟那些随便带风向的内容农场有什么两样？所以这一条没有办法证明，放掉，宁可我的故事少一块，也不能拿没有办法核实的东西骗各位，这是本台的底线。所以我们遇到了三面墙。查无此人，查无此人，查无此人。我几乎就要下结论，不好意思，我查了他妈1个礼拜，就是没有，就是没有，你想太多了。但等等，我们讲到这里，我忽然之间发现有他妈什么东西不对劲。无人机的空白，在好几轮的资讯查证里面，我发现他妈不对啊。你知道中共中央统计局跟中央商务部有多精准？来，我换了一个方式查，中国民用无人机有没有数字？有。你猜我查到什么？我查到精确到不能再精确的数字啊！2025年全中国的民用无人机整机产值1761亿人民币，注册数量328万7千架，全能累积飞行时数全年4530.29万小时，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它的飞行时数给我算到了小数点后面的数字，一个国家可以把民用无人机的飞行时数统计到小数点后2位，却在军用无人机产能这一个给了一片完美的空白。我不是说数字少，我不是说数字骗人，我是说完全没有数字。于是我们就再进一步问，我们再进一步讨论这件事情。好，我又获得了一些资料。他说你查不到，是因为这个东西在设计上、系统上就刻意让你查不到。前面有网友讲啊，说什么？那听说中方设计了100万台军用无人机，你怎么可能查不到？我告诉你，可能。他说这种无人机啊，零件是分散在好几个省，分别好几个厂。这个省做那个，那个省做这个，
在装上核心的军用部件，包含了精准导航，包含了爆炸部之前，账面上叫民用，外面再靠一家有资质、有历练的贸易公司，底下分包转包给一堆工厂，这还可以外销嘞，这还可以外销嘞。那所以你觉得要怎么样？这是怎么算出来的？谢谢刚刚李木春送一只柯基犬，柯基犬我第一次看到。来，你想象一下，他不是把一个数字藏起来锁进保险箱，他是把这个数字拆散到没有任何一个统计单位，甚至包括他们自己的统计单位，能够把这个数字加总起来。一架飞机零件分在6个省，组装成武器的前一秒，账上都是一堆民用零件，还没有组装嘞。你叫哪个统计局去统计军用产能？这是最高明的隐藏啊！最高明的隐藏不是把东西藏起来，是让它从来不曾以可以被统计的形式存在过。不信，你现在打开手机啊，你去查中国民用无人机产量铺天盖地，数字精确，但你搜中国军用无人机产量，空的，一个数字都没有。所以各位，你把手机拿起来查，你对着那个空白发呆的时候，你要问的问题其实已经变了。我们不跟你讲说什么谣传就是假的，我们跟你分析更进一步的东西。为什么谣传里面漏了某些东西？为什么？你不该再问是谁把这个数字擦掉了？不对，这不是正确的问题。你该问的是为什么这一格数字从来都填不上？而当我开始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整集的调查方向就变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你没有办法从什么东西存在来找到答案，你要查什么东西不存在。来，先这样讲，这个概念是这一整集的密码破解锁。密码破解锁是什么？密码破解锁就是负空间 （negative space）。这个词本来是画画跟设计在用的，不是每一个人都了解。所以你要懂什么？你要懂一个我们觉得重要的事情。原来是什么意思？当你在画一个杯子的时候，你以为你在画杯子，但你同时在画杯子周围那一块空白，空白画出来的杯子就会因此而存在。有的时候那一块空白的形象呢，比杯子本身还会说话。设计圈里面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那个你乍看是2张脸，结果是一个花瓶的图，花瓶是实的，脸是空的，但那个空清清楚楚是一张脸，你会先看到脸，再看到花瓶。把这个概念搬到情报分析上，威力就出来了。负空间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叫做幸存者谬误。我先给各位讲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你就懂负空间有多强。2战的时候呢，盟军想要知道德国轰炸机的弱点在哪，他们把飞回来的飞机弹孔上的位置统计了一遍，发现盟军的机翼跟机尾中弹最多。第一直觉是什么？加强机翼跟机尾嘛，所以我们的飞机在这里就不会被打到那么多洞啦。结果有一个统计学家叫做 Vogt， 他说错，你搞错了，你们要加强的是回来幸存的飞机没有弹孔的地方，引擎跟驾驶舱。为什么？因为会飞回来的飞机是中弹在机翼跟机尾，撑得住还可以回来的。
那些中弹在引擎、中弹在驾驶舱的根本飞不回来，所以你统计不到它们。各位，这就是负空间。负空间是什么？沃德看的不是飞回来的飞机身上有什么，他看的是飞回来的飞机身上缺什么，那个缺才是致命的地方。回到我们的情报分析，我们平常查资料都在看有什么，有这份报告，有这个数字，有那段发言。可是有一种更高级的看法，跟沃德一样，是去看该有什么，却没有。关键在哪里？关键在判断。这个没有是随机的没有，还是被制造出来的没有？我给各位一个判断标准，很简单，看它邻居。如果有一个东西，周围所有的同类都有户口，都有资料，唯独他没有，那这不叫查无此理，这叫这个人被注销户籍了。回到上一章我们讨论的无人机数字，民间的飞行时数算到小数点以下2位，这是邻居。军用的产能一片空白，这是那个被注销户籍的人。邻居全部都在场，就他一个人不在，那这个空白不是随机存在，这个空白是被制造出来的。各位，这就是负空间的可怕。它不需要任何人泄密，它不需要任何内部文件，它只需要你睁开眼睛去看那些本来应该在却不在的位置。那块空白不是资讯的缺席，那块空白本身就是最大的资讯。我再给各位一个你生活里面就懂的例子，一个平常每天跟你报备行踪的朋友部属，突然有一个礼拜对某几个小时的去向完全不提，绝口不谈，其他时间照常报备，唯独那几个小时是空白，你会不会怀疑？你怀疑的依据是什么？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因为他在这几个小时上反常的什么都不说，那个沉默的形状太规律、太刻意，反而比任何说辞都来得重要。情报分析就是搞这一套啊！谢谢 TikTok 这边的母老虎饲养员 Pony 小小马跟兔兔不爱胡萝卜跟走走的斗内。所以啊，情报分析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在大部分的事情上都正常公布资料，唯独在某几个特定领域、特定时间点集体晋升，那个晋升的形状会清清楚楚框出他最不想让你看的东西。所以，当我们对着军用无人机产能查无这一格发呆的时候，我们不再觉得这是调查失败了，相反的，我们意识到我们找到了一个被精心制造出来的沉默，而一个被制造出来的沉默，它的形状会描出那个被藏起来的东西的轮廓。你把耳朵贴上去，那片安静是有形状的。那么问题来了，除了无人机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地方也藏着这种被制造出来的沉默？我们带着负空间的钥匙，回头重新看整个中国的公开资讯，一看之下吓了一跳，原来不止一样东西，是好几个，他们安安静静的待在那边，每一个单独看都有合理的解释，但是当你用负空间的这一把尺去量的时候，事出异常必有妖，全部对不上，该在的不在，该想的不想，该说话的闭嘴。我马上要看3个不该出现的黑洞，这3个不该出现的黑洞就是接下来备战的证据。来，我们戴上负空间的这一副眼镜来看第一个黑洞，这个是我觉得最漂亮、最无可辩驳的一个。不知道有多少网友自己注意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对岸网友没有注意到，因为你身在其中，当局者迷，就这么简单。当局者迷。各位记得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啊！我不知道我今天按赞有多少，但是今天这一集做得很深入。来，我讲一个东西，你自己去复查，不要说我瞎掰。
郭嘉嘉说再差97个就破500，刚才各位赶快按赞，至少今天破个600-700吧。来，你知道什么叫做国防白皮书？各位知道吗？中国从1998年开始，固定每2年会发布国防白皮书。什么叫国防白皮书？国防白皮书就是一个国家对外解释我有多少兵，我的国防战略是什么，我打算干嘛的官方说明书。重点来了，它的发布有一个非常精准的节奏，每2年双数年发。1998年、2000年、2002年、2004年一路下来，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准的像时钟一样。准的像时钟一样，所以换句话说，既然这么准，2019年也发了一本叫做《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然后呢，然后就没了，然后就没了。2020年该发中国国防白皮书没发，2022年该发没发，2024年该发没发，到今天2026年整整7年，一本新的国防白皮书都没有。各位，我们如果用负空间的逻辑去分析，这个没发是随机的嘛？是习近平早上起床说啊，我们今天不发好了，哎呀，我们连续忘7年，忘，干嘛？蔡旺吗？来，我们看邻居，这个国防白皮书旁边有军事预算嘛？中国的军事预算照常每年公布，2025年1.78兆人民币，1毛都没少报。他照常向联合国提交资料，照常上人大审议。国防白皮书所有的邻居都在，所有该走的程序都在走，唯独那本对外解释我到底想干嘛的说明书消失了。Mr. Andy 说：“你应该没学过正统情报学，却能掌握分析过程中的好几项原则。”朱大真高手，哎，你不要在我脏啊！看我是一个顾问，专案顾问，但是我没有接触到任何国家级的情报，我也没有情报学分析。我是电机系毕业，翻小说，后来上电视当评论员，现在最近在写同人志，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你说我是情报员，不是？但是我善用 AI， 我用了7个 AI 收集资料之后得到这个数字。来，一个运转了20年，准时像时钟一样的制度，在2019年之后，时钟忽然不叫了，忽然停了，而它哑掉的这几年，刚好是建军100年冲刺，台海最紧张，军售拉锯，台湾的独派最呛的那几年。所以我用我的本台的招牌公司跟各位讲，一个机构在他最该说话的时候闭嘴，这个闭嘴本身就是最强悍的立场示范。他在告诉你，我不打算再对外面解释我的军事意图了，你说的都对，而且我在做好准备。而且各位，如果你去翻这几本白皮书的演变啊，我叫 AI 全部分析判别了一遍，你会看到一条越来越清楚的我不想讲的轨迹。早期的国防白皮书呢，会给你比较具体的兵力结构、军费细项、战略说明。到了2019年那本新时代的中国国防，虽然还在发，但已经比较像是宣示性的文件。而2019年之后就没有了。而且2019年严格来讲，它已经有点脱轨了，那个发的时间已经不是每2年一次了。好，它的开源情报的轨迹哦，是一个在渐渐单向倒退的
线，从说的比较细到说的比较虚，到干脆不说。在听直播的各位，你跟一个人来往，如果他以前什么都跟你讲，变成讲话越来越保留，最后干脆不讲了，你会觉得你们关系变好还是变坏了？国与国之间也是一样，一个大国对外越来越沉默，那不是因为他没事，是因为他要做的事情已经多到不方便讲了，已经多到不方便讲。第二个黑洞呢，我们上一章讲过，就是无人机产能那个完美的空白。我再帮各位把这个东西再分析、再讲清楚一点，因为它太典型了。同一个国家、同一个产业，民用无人机产值1761亿人民币，注册量328万7千架，飞行时速4530.29万小时，军用无人机产能零，什么数字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说他们不知道。一个能把民用飞行时速算到小数点后2位的统计体系，会不知道自己军用无人机一年做几架？不可能，能算的偏偏不算，只有一个原因，那个数字太大了，大到不能说。所以后来分布式生产的解释跟这个黑洞是完美咬合的，但是也只能解释其中一部分。零件分散在6个省，出口套了几层壳，装核心武装部件之前算民用。这套结构的设计目的就是让这个数字永远没办法被加走，所以这个空白不是还没统计，是被设计成无法统计，这是负空间里面最深的一个洞。第三个黑洞，第三个黑洞是就台湾的角度来的，方向是反过来的。方向是反过来是什么意思？它不是中国藏东西，是该到台湾的东西一直不到。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卖是卖了，钱也付了，武器的价单也出了，但东西就是慢吞吞的不交货。最有名的例子鱼叉飞弹嘛，鱼叉飞弹有报道说要拖到2029年才交得完。各位，2029年比外界一直在喊的中国2027年具备攻台能力足足晚2年。你防御的武器2029年才到期，对方的能力2027年就到位，中间这2年叫什么？叫空窗。而且你叫的越大声，那空窗还是存在。加上我们最前面讲的140亿美金的军售，川普当成谈判筹码直接搁置。这个交付延迟背后有一个很现实也很冷酷的原因，美国自己的弹药都不够用了。2026年这一年，美国先打了伊朗，又在委内瑞拉动手，自己的精准导弹弹药库存被消耗得很厉害。海军高层在国会听证会的时候，坦白讲，对台军售的审查一部分就是因为美军要先确保自己中东那边的库存够。各位听懂这个逻辑没有？台湾排队等的武器要先让位给美国自己正在打的仗，这就是保护者的真相。他不是不保护你，是他自己也有一堆仗要打，一堆弹药缺口要补，你只是他清单上的其中一项，而且不一定排在最前面。重要的就是不一定排在最前面，所以这第三个黑洞是一个时间黑洞，该到位的防御系统性的迟到。而且迟到的终点线诡异的全部压过了2027年。你把3个黑洞摆在一起看，白皮书7年的静默，无人机产能的空白，军购交付的时间黑洞，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合理解释。白皮书没发，可以说行政调整；无人机没数字，可以说军事机密；军售延迟，可以说美国产能不足。但每一个单独看都有借口。谢谢何小 BB 送了麦克风。可是当你把3个delay跟3个沉默放在一起，用负空间的角度来看，你会发现他们指向同一件事情。
在个关键的时间带上，谢谢 Y 姐抖了一个猫咪暗赞，而且 Y 姐是新同学，我以前没看过。所有本来该说话的嘴全都闭上了，所有本来该到位的东西全部迟到了。你如果认真在听我的直播，你应该觉得心里发毛。沉默如果只有一处，那是巧合；沉默如果有3处，全部绕着同一个时间点，那就不是巧合了，那是一种设计了。沉默的形状啊，描绘出了武器的轮廓。而当我把这3个黑洞的位置标出来，我发现它们不是孤立的点，它们指向一个东西，一个没有人画出来，而且所有东西都围着它转的东西。那是什么东西？你看我后面的这张图就知道，中国的国防白皮书2019年之后都没有再发了。你看2016年到2019年已经多延了1年，结果2020年就索性不发，2022年也不发，2024年也不发，2026年也不发。你觉得是习主席早上起床忘了发吗？来，我们接下来要直接讲。所以我要说的是，我犯了一个错，一个很自然所有人都会犯的错。他以为他闻到的味道呢，我的委托人以为有这个味道，我也以为有这个味道，是我们用一个线索就可以来分析的，有没有一张战略走图？我错了，我错了。所以他想找这张图，我也想找这张图，结果找不到，因为这张图不存在。但是等等，查不到这张图，不代表没有这张图，只是你查不到，我查不到，他不愿意让你看到而已。我换个物理学的比喻啊，各位马上就懂。你看不到重力这个东西，对不对？但是有没有 graviton 这个东西？重力没有形状，没有颜色，你没有办法把重力装在一个罐子里面给我看。那我们怎么知道重力存在？我们看东西怎么掉下来。苹果往下掉，月亮绕着地球转，光经过太阳旁边会弯曲。你是透过所有东西都朝向某个方向偏，反推出那边有一个引力场。引力场本身看不见，它只能透过万物如何向它弯曲来被定义。中国的备战不是一张图，是一个引力场，没有人画过那张图，但是有好几条互不相干的线，各自基于自己的理由，全部朝同一个时间带弯过去。我来给各位数一数这条弯过去的线，我们做了一个动画，你自己看一下。而且这个才是关键，我一路查到这个东西，你逃脱不掉了，因为这个东西才是关键点。什么关键点？我赶快先念一下抖内啊，还有谁没讲？这个坏掉龙九说，请支持绘图用铁齿担任阿尔巴老朱并开站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请问老朱祝福打击，谢谢。OWTS 说继续听课，朱大能做出来这个报告就先奉上茶水。Mars VIP 说讨论中美开战不如讨论美伊协议，美国连伊朗都跪了，讨论中美还有啥意义吗？有，因为你知道你还可以赚多久的钱。千人一塔说，请各位兄弟姐妹按赞，我出口误也谢谢你的会员分享，他抖内的10个会员说大家赶紧按赞分享出去，各位记得按赞。来，你看我后面这一张图就知道。我们先讲第一条线索叫做能源囤积。能源囤积是什么？这个是最坚实的数字，因为它是用卫星数出来的，不是中共中央统计局公布的。美国能源资讯署 EIA 的官方估计，到2025年底，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接近14亿桶，是美国的将近2倍。而且中国从2024年初，川普可能回来的时候就开始疯狂
囤油、囤粮、囤金属。一个国家为什么要囤这么多，够用100多天？被完全封锁禁运之下，够用100多天的石油，因为他在准备一件事。这件事呢，就是如果有一天海上被封锁的时候，要怎么办？第二条线，美方的弹药焦虑。弹药焦虑是什么？这是一个镜像。我们有的时候的情报分析是用对面长什么样子，而不是用你长什么样子来分析。因为美方情报知道的比我们网络上的仔仔多嘛。但问题是，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危险。哪里危险？你想知道一个威胁有多近，去看防台的人有多挤。美国印太司令部现在已经改名叫太平洋司令部了，公开抱怨弹药库存深度不够。分析指出，某些精准关键的导弹呢，在高强度冲突上1周就打光了，补要补好几年。然后，美国2027年财年的国防预算暴增到1.45兆美元，采购跟研发的占比超过了冷战时期。而且各位注意一个细节，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讲过一句话，意思是越接近2027，这个2027年的日期本身越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就得准备好。你听听这个逻辑 ，Papero 是绝对的鹰派主战派，他连司令部名称都被改了。我跟你讲，印太司令部跟太平洋司令部都在同一个地方，他在夏威夷啦。你以为真在印度哦？那为什么改回太平洋司令部？是因为印度不靠谱啊！以前印度要跟美国一起合作防中国，现在印度他妈不靠谱，他超讨厌川普的，你还印太司令部嘞？没有了，台湾不要再吹了。来，印太司令部怎么讲？越接近2027，这个2027的日期就越不重要，意思是我们现在就要准备好。你听听这个逻辑。是美军自己根本不把2027当成一个那天才开打的 deadline， 它是当成一个在那之前随时有可能的能力窗口，在那之后天天都做得到。防御的人都这么想了，这个味道会是假的吗？在听直播的各位啊，一个国家不会为了一场他认为不会发生的战争，把预算结构改到超越冷战。他在备料，他在深挖壕、高筑墙、广积粮。他知道要备到什么程度，他只是不知道或者不肯说哪一天要用。第三条线。美方对中方军民两用企业，甚至现在已经连民用企业都开始制裁了。五角大厦呢有一份中国军事公司清单，2021年的第一版大概44家，然后到现在呢变成多少家？超刺激的，越变越多。你看，这是什么状况？你仔细看，我念给你听。2021年第一版44家，到2025年初呢134家，到2026年6月188家，一年之内加了54家。而且第一次把比亚迪、阿里巴巴、百度这种最不像军工的民用巨头都拉了进去，连做机器人、做感测器的公司也上榜。有报告甚至点名某家感测器公司的产品疑似用在解放军2栖登陆演习的机器狼身上。各位，您在听直播，搞不好你开就是比亚迪啊！你想想这个画面，一份军事公司的黑名单，把你印象里卖电动车的、卖网购的、做搜寻引擎的，全部都他妈订上去啊！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什么？防得越急，
越往民用端扩张，代表美方认定中国的军民融合已经达到了分不清楚谁是军谁是民的程度。就是网友讲的啊，分布是分产是生产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他在产线上自己感觉到被卷进某种东西，五角大厦在华盛顿把民用厂商一家一家塞进黑名单，制裁的加速度就是对方时间表的温度计，一年加54家，这个温度在升高，这个温度在升高。第4条线，粮食。很多网友有看到，因为公开资讯就有，粮食目前是中国最大的短板。我也觉得很奇怪，但实际上中方还是缺粮的，它必须要大量进口，包含的饲料都是。种粮不赚钱，完全是国家硬推。我特别针对这一句话做分析，全对。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粮食安全列进国家战略级的重点领域安全保障。中央1号文件，把保粮列为头等大事。农业农村部自己都公开承认，种粮不赚钱。要靠最低收购价，要靠补贴硬撑。一个国家用赔钱硬推的方式去保粮食，这不是经济行为啊，这是战备行为。你在为一件平常赔钱但关键时刻不能没有的东西买保险。我看到小可的留言，我就知道他没读书，而且搞不好不识字。金琼只要一发，北京就不见了。你知道金琼要花大概1兆美金才做得完，而且10年之内盖不好，而且他在轨道上的部件是没有办法直接一发就把北京搞不见的，好吗？去读书啊，再不然至少知道川普在干嘛，不要在我这边瞎鸡巴讲。你想要去民居镇的直播，你想要去黄伟汉的直播，你想要去绿营的节目，随便你讲，我没有时间管你。但你来我这边瞎鸡巴讲，你把我当白痴是不是？Golden Dome 只是一个防御的工作，而且做不出来，太贵了，好吗？有够蠢的。来，更重要的是，我要特别强调，你知道这里所谓的战备都是亏钱的。战备是什么意思？你把油存着，你黄金存着，你把粮食存着，这个钱可以拿来救市、救房市、救劳动市场的。结果你把它存着，这在经济、在平时经济上面是绝不合理，只有战争经济才合理，好吗？来。而且更重要的是，美国也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妙了吧？你以为我今天做情报分析，我只跟你讲啊，中方在囤粮啦，在深挖好这个高筑墙、广积粮。我告诉你，美国也在做 exactly the same。2026年了，2月，美国启动了一个120亿元美金的 Project Vault 金库计划，或者是防护库计划。囤积关键矿产，还把 Google、波音、通用这些巨头一起拉过来共享储备，被人家叫做什么？关键矿物版的 Costco。中国为了粮食安全囤巴西的黄豆，美国为了矿产安全囤100亿金库，两个最大的对手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一模一样。各位，你看这5条线：能源、弹药、制裁、粮食、矿产，
他们分别来自于中国的发改委、美国的五角大厦、美国的能源署、中国的农业部、美国的 Exim 银行，这5个单位彼此根本不互相联络，但是他们做的一样的事情，全部都朝着2026到2028年这个时间带弯了过去。没有人发过一张2027年备战总图，但5条独立的线各自划下了同意。这就是我们讲的引力场。你不需要有一份文件，从中央红头文件、中央军委盖章说我他妈什么时候就要打，不对，你只需要所有人的行为都向那个方向弯曲来定义这个引力场。这个引力场就是你现在在网络上听到的、感觉到的、发现到的、闻到的，就是这个引力场，只是它不是一张图，图是有人画的、有资料的。引力场 field gravitational field 是没人画的，但所有人都绕着它转，绕着它转，绕着它转。所以更重要的是，我做这一集的前几天，这个引力场又被一件正在发生的事情狠狠的验证了一次。有网友说，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准备？记得到我置顶的连结去买罐头啊，让自己可以活过1个月，就差不多了。来，中东不是打起来了吗？美国跟以色列空袭伊朗，荷鲁兹海峡一度被封锁，油价冲到$80，甚至有一阵子破100。各位记得我刚说的中国那14亿桶战备储存吗？在这一波里面，中方几乎毫发无伤的撑了过去。中国2年前在低价时囤的那些油，正好在这场仗里面派上用场。就在我们播出的前一天，6月19号，这场仗的停火备忘录正在签署，而且条件对伊朗相当有利。一场因为海峡断流而起的战争正在收尾，而中方靠着2年前就备好的料安然度过，他赌对了。各位，这就是本场直播分析到这里发现最恐怖的答案。他这次赌对了，是美伊战争，是别人的战争。那么，中方正在为哪一场还没发生的战争囤着料、弯着腰、攒着劲，在集气，深挖壕、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是谁嘞？好了，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所有在场的证据了，不在场的黑洞，还有那个看不见的引力场，我们现在要把它收拢成一句话，要感谢这位网友，让我们花了2个礼拜的时间统整这些资料，最后得出了一个证据。我们先回到那个被炒烂的问题，台湾有一些绿营的支持者跟名嘴啊，一直在那边讲2027错，错，2027会不会打是一个假议题。为什么？我们先把2027的历史讲清楚。最早2027是一个脉络，这个说法哪里来的？是来自于2020年中共19届五中全会的公报，原文是确保2027年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注意，建军100年。1927年南昌起义建军，到2027年刚好100年，这是一个军队现代化的能力节点，是3步走的第1步。后面还有2035，还有本世纪中叶，中国官方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把2027年定义为攻台年。
那2027年攻台这个说法哪里来的？来自美国啦。2021年，美军印太司令就是 Papero 的前任 Davison 在国会作证，讲了一句未来6年内，就是所谓的 Davison Window 戴维森窗口。后来美国国防部长 Hexas 更直接，他说习主席已经下令军队在2027年前具备攻台能力。各位，我要帮各位把这个2027年的生字讲清楚，因为这是整集最容易被误导的地方。戴维森那句话是2021年讲的，他说未来6年，从2021年往后数6年，刚好是2027。你发现这个问题了吗？这个2027是一个美国将领在国会做的推测 （speculation） 推断，而不是答案。把它跟中国官方那个2027年建军100年的能力节点一叠起来，变成一个言之做作的攻台时间表。可是这两个2027根本是两回事，一个是中国的军队现代化目标，一个是美国将领的威胁评估，他们刚好都落在2027，于是被绑在一起，变成一个自我强化的鬼故事。但是请各位记住这个但是，连美国自己的情报界2026年的年度威胁评估白纸黑字的写着，中国目前没有在2027攻台的计划，也没有一个固定的统一时间表，连美军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 Milley 都说，我看不到任何证据显示有这个意图或决策。智库兰德中心也说一样。所以你把这些拼起来，得到的不是2027年要打啦，也不是2027年不会打，你得到的是第三种东西啊，是2027年具备攻台能力，动手的日期是空白支票，没有写。没有写，所以能力栏填好了，执行栏签字栏故意空着。我给各位打一个比方啦，你这样听应该就懂了。什么意思？一个人把枪买好了，子弹上膛了，保险打开了，枪口对准你，然后告诉你我很有耐心，我很有耐心。你会因为他说我很有耐心就觉得不会打了吗？不会。那句我很有耐心配上一把上膛的枪，比直接扣扳机还恐怖。因为扣扳机有一个了结，你可以决定要不要躲这个子弹。但是啊，我很有耐心这几个字，是让你永远活在枪口的威胁下。对，就像 Just 讲的一样，这是达摩克利斯之剑，你的头上永远有一把剑悬在那边，而它只有一根毛发绑着。在听直播的各位，我很有耐心，真正的含义就是你要随时警惕。川习会的时候呢，习主席除了那句逼问之外，还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姿态，就是强调中国很有耐心。很多人把这句话听成是好消息，你看他很有耐心，那就是不急着打嘛。你错了，你完全听反了。我今天做完整集的直播，我发现所有跟你讲说他不急着打的人，不是太愚蠢，就是有别的政治理由要骗你。他是把刀架在那边，达摩克利斯之剑挂在那边，不落下，也不告诉你什么时候会落下。所以本台最擅长反面拆解，对不对？
只要当局说我很有耐心，不会轻举妄动，你就一定要开始担心，因为他准备好轻举妄动了。只要他说和平统一是优先选项，你就要去看看他那个非和平的选项背到哪里。安抚的话讲得越漂亮，底下那把刀磨得越亮。我很有耐心的意思是不是我不打？他的意思是我把能力给你背到位。但是哪一天动手，我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握在手里，我永远不告诉你，这不是延期。刚有网友直接问你说，习主席有可能延期吗？不对，这不是延期，你要听懂，延期是有一个新日期，这是把那把刀架在那里不落下。什么叫不落下？你想想看，哪一种更折磨人？是一把砍下来的刀，还是一把永远悬在你头上，不知道哪一秒会落下来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砍下来的刀至少有一个了结啊，你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悬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你每一个晚上都睡不好。这就是留白的威力。一场没有日期的战争，它的武器不是飞弹，不是军舰，它的武器就是那个没有日期本身。它不需要真的开打，光是可能会打，但不知道哪天这件事情就已经逼着你年年加军费，逼着对岸天天备战，逼着我那位委托人睡不着觉，写信问我这车还能坐多久。而且我还要补一个更冷酷的角度，这个留白可能不只是主动的压迫，它还可能是被迫的等待。什么叫被迫的等待？我那位委托人不是点出来粮食短板吗？吃东西没有办法那么快掌握，那怎么办？能源3年囤满了，基本上中方的战备储油跟储能大概已经囤到85%了，还在每天都增加，每天在盖，甚至还会持续的储存。但粮食自给这一块，种粮不赚钱，要国家硬推，这不是3年能弥平的。也就是说，在粮食这一块是中方目前唯一的短板，这是最难的拼图。所以讲了一大堆武器，一大堆战术，最后到吃饭上面，我把这一块分析的更深入一点，因为它太关键了。中国最大的战略弱点，我说的是老实话，你不要说我妈什么帮民进党宣传，我告诉你，民进党从来不敢讲中方已经在做战略储备，因为他讲了他自己就说不通。那你既然说中方在做战略储备，为什么你废掉台湾的核能？为什么你把我们的天然气降低到12到15天就会用光？你解释不了，你也解释不了为什么我们没有粮食自给率达到合理战争前的准备标准。你错了。中方的大豆3/4靠进口，主要来自于巴西。它的食用油呢，它的养了几十头、几百头的猪的那些豆粕，大量靠海运进口。一旦开战，海路被封，14亿人的吃饭问题会在几个月内变成天大的事。而种粮这件事，偏偏是最没有办法大跃进的。你想想看，上次大跃进的时候，结果多惨！你不能命令土地说，你明年给我涨3倍粮食，你不能逼农民去种一个赔钱的东西。所以国家只能硬推，只能补贴，只能一年一年慢慢往上垫。所以这才是真相。
这才是那把刀为什么悬着不落的另外一个原因。不只是他在玩心理战，部分是这样，是他自己最软的那一块软肋粮食还没长硬。他一边把能源、把军备、把工业产能一项一项补到位，一边在等那一块最慢的拼图。所以达摩克利斯之剑为什么悬而不落？也许有一部分原因是他自己也还没准备好。他一边把能力一项一项补上，一边在等那块最难的短板。各位啊，今天的分析最坏的消息不是2027要打这种坏消息，你还可以倒数，而是中方正在不慌不忙的把他所有的弱点补齐。从我们之前讲的稀土，未来我们还会做一集讲生技原料跟原料药，这一集碰到了一点点粮食的部分，对方是不慌不忙、好整以暇的在补，而在补完之前，对我们来讲，我们就一直悬在那边，没有倒数，没有期限，只有一个永远不会响，让你永远睡不安稳的闹钟。讲到这里，事情其实已经很清楚了，我们可以开始真正做答案了。但是真的在那之前，我要先给大家回应一下我们的抖内。刚刚有一些抖内很高品质，原说蔡博士曾说中国黄金没买够，美债没卖完之前不会打，朱大怎么看？我不完全认同这个说法。我认为黄金随时要买可以买，美债随时要卖可以卖，真正开战呢，没有再管那么多的啦，一点点几百亿的损失都是小事，而且更重要的是，武统要打那么久吗？武统要打10年嘛？那如果不打10年，战争总要结束的啦。结束之后，那个钱全部可以收回来。我不认为从金融的角度切是正确的，我认为是从粮食的角度切，而粮食的角度快不了啊，这真的很麻烦。我也以为科学可以让粮食的脚步增快，但没办法。来，新一句猫头鹰说：“朱大晚上好，来快闪抖一下。”很多精彩内容都还没去看，才听完介绍张仲谋自传那一集，虽然已买，但还排在后面。谢谢导读。哦，那个书我也是赶得很快把它看完，但是我在北监的时候看很快啊。北监因为没有别事做，所以可以看很快。平安顺利，晚一点再听回放。乙姨说买罐头很重要，没错，但现在是芒果产季啊，各位记得下定。我们置顶那个连结里面就有屏东狮子乡的芒果，现在正当季，各位赶快下单。一路记，据说只到7月中啊，后面芒果就不够了。我在订的芒果已经从各家芒果在调了，也就是单一果园，就像某一年一样，就全部都卖光，而且现在就是产季7月中都没有啊，你到时候没有不要怪我。姨说，各位记得下定，今天带刚吃过本台芒果的小侄女到玉井吃芒果冰，得到侄女说大姨前几天寄来的比较好吃啊，哈呀，姨真是一个好长辈。不然赶快你传个讯给我，我再帮你送个几包什么呢？那个烤玉米给你吃好了，烤玉米也不错。Mr. 刘建一说，时间在对岸那一边，他们有的是时间等，其他人在等嘎罢了。可悲的是，一狗票装睡，那些也没有来装睡啦，他就是等着拼命赚钱嘛，能捞一笔是一笔。OD Stop 的说，朱大，你前些日子对 SpaceX 分析我是非常认同的，特别是在宇宙散热的部分，毕竟我自己是流体力学热流组的研究生。不过还有宇宙射线打穿高阶晶片造成运算失误、资料失真的问题，这些都算是物理的边界，几乎不太可逆。至于大陆整备，相信不是在预防天灾，而是在准备一个可能的策略，封锁台湾跟后续的反制行动。来，这个非常谢谢这个 Odyssey Stop 的说法。第一个，坦白讲，我一开始最早的时候，我也被 Elon Musk 糊弄过去了。
我想说嘛，干散热啊，在宇宙嘛，零下237度啊，那散热一定超棒了。可是就像网友讲的一样，他妈我忘了没有流体啊，我忘了只能靠辐射热，辐射热不快而且你又不能把那个热水散出去，除非你想出一个用热能发电的方式，可是热能发电又要有介质，有蒸汽推动涡轮，这个转换恐怕不是很好，除非有热生电的方式。所以对啊，我也觉得大陆的整备跟战备储备绝对不是在预防天灾，它是为了某些东西做准备。因为封锁台湾，就像他讲的一样，封锁台湾啊，后续的反封锁，他在做这个准备啦。如果他准备1年的话，就是他认为这所有的封锁台湾所造成的反作用力，后续的武统的结果，全部在1年之内会结束，所以不需要准备再多。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逻辑上的必然。那任何不相信这些逻辑必然的人呢，就表示他不读书啊。这个我要怎么办？来，谢谢我们的火烧老二小又在抖内了，苏生泰也谢谢你在 TikTok 上面的抖内。咪热赏说，因为民进党政府的官员都是不务正业的白痴，所以从军备到能源没有一件事情做好。其实我们已经晚了，我不要说的这么悲哀，而是当你没有做好准备，你面对了做好很多准备的人的时候，你怎么比得过他嘞？你怎么比得过他？没有，好不好？阿土伯，你他妈到底为什么老是知道是错的？大陆的储备一直都是1年来做的，粮食、副食、日用品原料一直有1年以上储备。你错了，不是粮食没有1年以上的储备，现在还在增加。你以为粮食就是米哦？干他卖嘞？那肉嘞？那蔬菜嘞？不要瞎鸡巴讲，好不好？妈的，小可，你回家去自己读书，好不好？我们这边不教白痴，我们这边不教白痴，就请你不要再瞎鸡巴留言了。什么 Elon Musk 怎么讲，你想太多了。就是你不要再瞎扯了，好不好 ？Elon Musk 他今天做的低轨卫星，如果有任何军事上的意图的话，你觉得他要怎么存活啊？你觉得他要怎么存活？好，来，但我刚讲了，太空资料中心还是有个问题，你的那个资料中心的外围要有非常厚的铅屏蔽，不然宇宙射线或是高能粒子打穿了，就会再见，好吗？就会再见，那就没有，好不好？来，我们继续往下讲。本章要忠于完整的回应这一位委托人、客户大人的问题的。这趟赚钱的车还能坐多久？显然人家是一个老板，我现在花了这个1个半小时90分钟，我可以回答他。786赞，各位赶快按赞分享。我目前线上有1700人，看能不能破个1000赞吧。来，我现在可以回答这一位客户了，但这个答案不是安慰。本频道不给安慰，不给假希望。这位老兄，你闻到的开战的味道是真的，是真的。我查了2个礼拜，本来想要跟你说你想多了，结果我撞上一整片情报封锁的墙，然后我发现那一面墙就是答案。
你的鼻子没有坏，你嗅到的味道是正确的，要开战了，而且中美都在备战，就不知道台湾在瞎鸡巴搞什么东西。中方的经济失血是真的，摊牌式的逼问也是真的，5条互不相干的线，备战、储能、储粮、储油，全部弯向同一个时间带，也都是真的。但是那个味道的来源，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那一个潮湿的味道，不是你以为的2027年倒数图。真相是这样，真相总是伤人。第一个伤人的真相是，你害怕的战争不是一场有日期的战争，是一场没有日期的战争。有日期，至少你能倒数，能准备，能在某一天说过去了。没有日期，你就只能永远悬在那边。中方把军队的能力一项一项备到2027，却把哪天动手的这一栏永远空着。那不是仁慈，那是把刀架在梁上，达摩克利斯之剑架在梁上不落下。你问我这一趟赚钱的车还能坐多久？我只能告诉你，没有时间表，没有时间表，但是有时间轴。你问我车还能坐多久？车还在开，但是这车现在没有时间表，每一站你都要提心吊胆的做，你要随时做好下车退休捞一票的准备，因为没有时刻表，你没有办法推估，但是已经快准备好了。第二个伤人的真相，最诚实的数字是那个没有被公布的数字。一个能把民用无人机飞行时数算到小数点的国家，在军用产能那一格给你一片完美的空白，一本逢双年必发的国防白皮书，在最该说话的7年内闭了嘴。他们不是没有答案，他们是把档案藏进了沉默的形状里面。佛曰不可说，不可说。我们这一集做的不是去听他说了什么，去看他们拒绝说什么，而那些拒绝就像深海中的声呐空洞一样，拼起来就是他们不肯给你看的地图了。讲完真相了，再讲代价，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每个决策都有它的等价交换。我们这位网友还有对岸的14亿人，现在在付的是什么代价？请你听清楚，请你听清楚，备战不是没有代价，备战有真金白银的代价。他们用赔钱，国家用赔钱硬推粮食，低价狂囤石油，把企业的利润杀到白菜价，把整个国家的资源往战备上挪，换来一道非常厚实的防护墙。他们囤的14亿桶战备储油，在这一次中东战争里面确实派上了用场，撑过去了。市场没有受到影响，这个墙真的有用。但问题就在这个墙是有维护成本的。这个墙是有什么维护成本？无形的就掏空了他们的经济活力。今年很有可能是很多企业最好的一年，因为矿山嗷嗷的在挖，
战略项目，咚咚咚咚咚在建。可是那些做出口的大厂一个一个倒下，整个国家在通缩、在内卷、在勒紧裤带，为了一件没有日期的事情，提前付着昂贵的保险费。各位同学，你渐渐听到这里，你就要懂了。这个没有日期的战争不是永无止境，是保险费付到一个程度，是要领回馈，要领年终，要领保费的付出，要拿来做国家建设的。你不可能永远为了一个目标，永远在存钱，在囤钱。刚刚有网友讲说，什么成本中国人民都担得起，但中方需要建设啊！你把这些钱花在买油买粮囤着的时候，你的国家就缺少经费建设。你想想看，如果你赶快解决目前的问题，让你不需要备战了，不需要存这么多粮之后，同样的钱可以拿去投房地产、投教育、投建设、投基建。所以，你记住我接下来的描述：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间，一边是战略产业最好的一年，一边是出口工厂成片的倒闭。这不是矛盾，这就是答案。中方的资源正在从赚钱的民用经济被抽往不赚钱但战备需要的领域。如果一个经济体开始做这个准备，你就知道他把什么东西排在第一位了嘛。经济学人的报道里面讲很精准，他说这个战略是一份经济上极不划算，但是政治上极有效的保险政策。几千亿的美金锁在油库跟粮仓里面，房地产在垮，地方在高筑，这个以自由经济的角度叫做资本错配，叫做资本错配。而我们这一边台湾呢，付的代价是年年加码的国防预算，而且武器还不来，是那一把悬在头顶永远无法真正放松的刀。各位，这就是本集的调查结果。没有日期的战争，他不必开打就已经赢了，他已经赢走了双方的每一个夜晚。中国跟美国两个最大的对手，一个在囤巴西的黄豆，一个建100亿的金库，两边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为了一场谁都不肯说出口的日期，没有日期的战争，提前备料，深挖好广积粮，高筑墙。当两边都开始备战的时候，和平就成了那个谁都不愿意先放下的筹码。所以啊，这个东西有一天要花的，有一天要止损的。来回到我们的客户的花了真金白银斗内的问题，这趟车还能坐多久？我的答案很简单啊，车还在开，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到站，因为这辆车根本没有时间表。你能做的不是去问还剩几年，因为没有人会给你这个数字。没有人可以给你这个数字，也许他们内心有一个这个数字，但是你公开资料绝对查不到。那个数字被刻意做成了一个空白。你能做的是看清楚你正坐在一辆没有时刻表的车上，然后清醒的坐着，随时做好准备。什么叫清醒的坐着？不是叫你天天恐慌啊，
囤罐头移民啊，囤罐头我倒不反对，我们现在还有10几组罐头组，请大家赶快置顶，可以订购，因为等到开战的时候，台湾的农业部只能发没有煮熟的白米给你，那你到时候要怎么办？你一定要配罐头的啊，长官，我家随时都有几十罐面筋、酱瓜跟肉酱，妈打仗的时候只有白米吃，你要我死是不是？恐慌跟麻木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都会让你迷惑看不清楚。清醒的作者是让你知道这把刀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那边，但你没有被他瘫痪，你照样赚你的钱过你的日子，但你心里有一本账，你知道哪些讯号要盯，哪些数字要查，哪些安抚的话要反着听。我们那位委托人之所以了不起，不是因为他能阻止什么，我也不能阻止，他也不能阻止，但是他在所有人都假装没事的时候，选择睁开眼睛问了我一句：这是真的吗？我告诉你是真的，而且你应该做好准备，只是日期未定。你要看什么？你要看粮食，你要看战备储油，你要看中方花了那么多的钱把东西固定在那一边，哪一天开仓放粮就妙。这就是本台万事通事务所存在的意义呀、我们不贩卖恐慌嘛，也不贩卖安慰啊，我们只做一件事情，把那些被沉默、被情报汪洋所盖住的东西，一块一块挖出来，摆到灯光下，让你自己看，看清楚了。你怕不怕是你的事，但至少你不是闭着眼睛被推上车。很抱歉，这位下单的客户，你到最后也没有得到一个还剩几年的答案，因为这个世界上除了习近平之外，大概没有人能给他这个答案。但我相信他至少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东西，他终于知道自己闻到的不是幻觉，你是对的。我用的也不是情报跟小道消息证明你是对的，我用的是美国的动作、世界的经济局势跟战备储粮的方向证明了这是对的。你闻到的那个味道有名字，叫做没有日期的战争。能替一种恐惧命名，本身就是夺回主动权，剩下来就是睁着眼睛把日子过下去。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们至少把这个恐惧的形状定了下来。一场没有日期的战争呐、不必开打就已经夺走你的每一个夜晚，而能不能在这样子的夜晚里面还睡得着，还看得清，还冷静的分析，还赚得到钱，靠的不是谁的承诺，是你自己还睁着的那一张眼。而你要不要睁开那张眼，要你自己做决定，我没有办法帮你做决定。所以来最后，本台到了最后贴狗皮膏药的时候啦，这是我们的这个绿界、支付宝、微信支付，然后 PayPal，还有各式我们的连结都在这。所以各位，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我们得到的结论是，这事情不乐观，而且中方好整以暇，非常有耐心的在做。那台湾好像都没事儿一样，在瞎鸡巴讲。我真的觉得这让人很害怕、很担心啊。
好了，江大使可能看不到，但他刚传讯给我，他今天81岁生日啊。我们留个+1，祝大使生日快乐，好吧？我们江大使好久没来，江大使最近在写那个回忆录。那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你赶快抖内问啊。我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回应，之后我要陪我小孩去看电视去了。来，还要记得按赞啊！我们已经破900赞了，对不对？赶快，搞不好可以破1000赞。对，你看很多网友祝他生日快乐。好，但我要讲的是啊，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意外。我们礼拜天要做，就是明天要做的事情是，高市早苗的动作非常极限挑衅。所以换句话说，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我之前曾经做过一集直播，看，就是以日方的摇摆的动作，它很有可能在台湾有事之前，日方会先出事，因为右派这些极限挑衅实在是太鸡巴了，不知道在干嘛。坦白讲，老共的这些筹备呢，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啊。孙子兵法毕竟大家都有学，所以高市早苗真是一个让人无比困惑的人。我不知道他到底要怎么治国，你知道是不是？妈妈桑觉得到处傻笑，到处瞎鸡巴讲，然后到处假装自己很融入，就可以获得大家的尊敬？不是啊，这真的很奇妙啊！是不是美方要求他到处搞事，不然没有必要讲？因为高市的稀土现在就没有了，他也跑去 G7 要求大家组成联盟对抗中国的稀土制裁，得到什么结果？没有人理他，联盟组不起来，妙了吧？不是啊，我跟你讲，你不懂。高市的那个态度就是日本的妈妈桑啦，审议可能还没我懂嘞。妈，对岸哪里有日本小酒店？我们条通多的是啊。妈妈桑是卖艺不卖身的呢，他就是捏着你的手要陪聊，要会聊，他不是晚上陪你睡觉的啊，所以他也不需要多挣多怎么样，他就是做小姐做到30几岁，后来因为手腕好，手上的客户多，他负责跟人家聊，他最多陪你喝酒，但是不会真的跟你做什么，因为这才叫妈妈桑，他帮你瞧事情，好不好？所以啊，那个是那沈毅怎么可能去过日本小酒店啊？啊，我跟你讲，小弟收集很多情报，虽然没有用，但是这样解释就对了。所以高市以前能够嗨，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挨杀子很厉害，一个年轻妹子啦，跟你在那边鲁小小，然后大家都觉得哎呀，啊年轻妹子也好，来敬个酒我们也喝，就开心的。问题是国际政治不走这一套啊。还有网友说，吴董不是说台湾才是妈妈桑？看吴董事长嘛，都是掩护型侧翼。你各位那么爱看吴子嘉，我都觉得好笑了，随便啦。郭正亮带他去，沈毅现在进不了台湾啦，郭正亮能去，所以去日本，好像日本也不一样啊。我以前是去日本直播的时候，路边就有那种小姐过生日，妈花篮排到外面去了。所以各位，最后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啊？我看一下啊。何小 BB 说，大陆这几年让房地产提早暴雷，应该也是在预备某种场景的发生。
当真发生冲突时，至少在房地产这一项能脱钩，因为目前很多鬼城啊，你还可以接纳很多移民的。原说这就是除了特殊科技股，其他陆股跟港股都一直跌的原因吗？我不敢讲，这个跟那个对岸的政府的金融管制有关。我不是搞金融的，也没有人叫我研究金融，所以我不知道。你如果要的话，你下一个订单问中方的经济到底怎么样，我可以给你花2个礼拜的时间做准备。那台湾的股市就是饮鸩止渴啊！你知道我们所有的什么劳健保什么东西都在靠股市股市如果有一旦垮了，就会全面性的崩盘。那你如果全面性崩盘是能怎么样？没有办法，什么都不行了。所以各位，我觉得这边要跟大家讲清楚，中方有没有在备战？有。美方有没有在备战？有。那中方跟美方在备战，难道是为了打外星人吗？当然不是。所以光是从这一点来看，台湾人就应该知道，中方跟美方在备战是为了打台海这一战。台海这一战呢，2大强权都在备战，只有台湾没有备战，没有资源囤积，搞什么全民任性？你任性没有能源就什么都别提呀。各位不要傻逼了，中美终须一战，大家都避开了，那是人类运气好。但是有一天如果撞上了，就是因为台湾。你不然以为美国有哪个地方演不了、退不了，他就在做准备，好吗？你不要在那边瞎鸡巴讲，民族主义这一套在我这边没有用。人家是为了利益，他保卫台湾也不是因为他爱台湾，是因为他有资源，他有战略考量要保护第一岛链，而第一岛链丢了，美方以后在太平洋没得讲。你他妈以为他爱台湾哦？白痴嘞，就不是啊，好不好？所以其他不用讲，我跟你讲，台湾搞成这样，不但是太平岛没有了，中业岛之前早就调给菲律宾了。然后未来连我们的东部海岸也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中方的海事跟科学船已经开始准备做东方的海底调研了，那个连海底地图都已经卖给别人了，我们就整个送给中方嘞，你个白痴！你要不是讲了什么乐见日本跟菲律宾进行200里经济海域的协商，中方找不到理由派海警船、海事船跟科研船来。你现在有了，你整个东岸都被人家摸骗，搞什么小啦？真是的。所以啊，你造了一个理由给人家，那你的整个东岸现在就没有了。我们现在不但没有海峡中线，我们连太平岛周边都没有了，你不然怎么办？你随时派一艘船在太平岛周边驻守嘛，人家用10艘船围你，你要怎么办？不行，就这样。好了，最后这个我看看有没有人抖内，我们已经开始要投票了。各位网友，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呢？觉得好的话，内容好，讲得好，请按1；内容好但讲不好，请按2；内容跟讲的都不好，请按3。我们顺便看一下有没有网友抖内有什么话要讲的。好的，没有。支付宝有没有网友抖内呢？有1个网友抖内。什么什么学？关于2027，何尝不是属于自我实现的预言？叫比马龙效应，讲久了它就真的，但实际上不会真啊。然后热干面骑士抖内说今天内容不错，
这个热干面骑士赞助，好了，谢谢你，你今天总算没有听免费的。这个欧弟说小斗支持，谢谢朱大，谢谢你啊，欧弟。苏丢焕说朱大平潭海峡公铁大桥，你认为是统一前还统一后会建？就问看法。那很简单，他现在没有办法盖好，他最后要合拢那你合拢吗？你觉得梁文杰除了瞎鸡巴讲之外，他有办法阻止你合拢？他没办法。可是问题是你不可能自己就带着部队去把那个合拢合起来，所以基本上应该武统之后才会建，没有那么快。哦，郭佳佳说差15个赞就破千，是不是？感谢大家，最后请帮忙按赞，赶快按个赞啊！差15个人就破千了。最后10个赞破千，好，各位网友赶快投票啊！再20人就破千了。哎，什么盐？半夜3点的时候抖内，他一定昨天晚上看到直播铁拳教育的时候抖内的。然后什么什么名已经习惯了，他因为每次留言只能50个字，所以他连抖了4块钱。哦，这个什么什么君前天的留言，他说谢谢，为了上次4行仓库那一集，一直想谢谢，没问题，我收到了。什么什么生网友没有留言，什么清，谢谢你。好啦，破千啦，谢谢各位啊。好了，各位，今天的内容呢，也要非常感谢这位网友的赞助，我们也是开开心心跟各位聊了一整个晚上。那希望各位可以看到真正的未来跟真正的方向。那以后如果有其他的题目要懂内，不好意思，我们的价格就是$200或$200，请各位多多加油，好不好？那就跟各位讲，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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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